少华，民国16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你。我还以为你因为同志救援及时，我侥幸躲过了屠杀。那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我去了很多地方，但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夏先生当初为我指引的那个方向。来，坐。太不容易了，死了这么多的人，你们还依旧坚持着。夏先生教过我一句成语：矢志不渝。夏先生不会白白牺牲的，他为之奋斗的那个新中国，也一定会实现的。有什么我能做的吗？我们现在急需万灵丹，如果1个月之后才能交货，就会有很多受伤的战士可能会失去生命。没问题，3天之内肯定出货。谢谢。以后如果你们需要万灵丹的话，就随时跟我说，我分文不取。不行，我们商行有规定，必须公平买卖。你只要在交货时间上特别照顾我们就行。好吧。这批万灵丹，请发往这个地址。你只管交货，别的什么都不用管。明白。那个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古药生意了，除了一家总店之外，其余的分店都改成了贸易行，主要销售一些布匹、医疗器械、食盐、煤油，还有土特产等等。他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但他又在香港、汕头，还有三河坝开了分店。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埠、永定、上杭、汀州，这不傻了吗？我找文之秋，他人现在在哪儿？这开药行太辛苦了，还不如做贸易来的轻松，是吧？如果你们有之秋，她是我前任未婚妻楚韶华小姐。你不是宣布跟我恩断义绝吗？这么突然，有事过不去？没有。那是想我？我可担当不起啊！这要是让人误会了，我这积攒的好名声就前功尽弃了。哼！你能有什么好名声啊？自从我们两个断绝关系后啊，你的敌人都变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路变宽了，天空都大了，现在做什么都得心应手的。楚小姐，求您了，回去吧。你确定？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来找你，对吗？
我们俩都认识那么多年了，你的一举一动我会不知道吗？对，认识你10多年了，你把我骗得太惨。要不是今天晚上我在整理一些旧账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些东西，王之秋，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你够厉害的！我今天晚上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你就是个混蛋、人渣、败类、无耻之徒。嘿，舒小姐，你们毕竟合作那么多年，还好过一场。就算分手，也不用口出恶言吧？是啊，就是。张老板，如果他用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您的话，您肯定不会口出恶言，你会直接提刀砍人的。文先生，您到底干了什么呀？阿信，你问他对我干了什么？文之秋，以后别让我见到，我见着你一次骂你一次，你可千万别落在我手上，不然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你就好好开你的厂，卖你的药啊！还有，别辜负了你从我这骗走的那几10万大洋啊！你还是好好操心自己吧，我这辈子都饶不了你了。这女人简直是头母老虎。小秋啊，以后你可要多加小心喽。文先生，您的货都在这里，要不要检查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咱们对一下啊。大概什么时候上船？手续办完就上船。什么时候可以到香港？1周左右。我们这批药很重要，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差池啊！放心吧，我们公司可是老字号，绝对不会搞丢客户的货物。曼丽号下来的货在哪儿啊？全部开箱检查。你们这不合规定吧？刚都检查过了。我们接到举报，曼丽号到达上海的这批货物有违禁品，我们必须严查。刚都检查过了。查仔细点，轻点啊！这不，查仔细了啊！喂，兄弟，轻点啊！这不能摔。我自己一样样拿出来给你们检查，行吗？嗯。你看啊，是吧？啊，你看，你看，就这些，货不错呀。那边看仔细点，差不多得了，别太过分。哎，老大，货没问题。去那边看看，走。哎，走。哎，箱子打开。你这卑鄙无耻下流的东西！今天让我在这啊，在这见到你了。谁？我，哎，你说谁啊？你这疯女人！你骗了我的身子，还骗我的钱！我今天要跟你他说他是面粉厂的小开，其实他就是个小瘪三。他还说他是个单身，其实他下有老婆，上有老婆。哎，你这疯女人！我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你不管啊？啊，住手！我是什么东西？你说。再说我开枪了！不至于，不至于啊！长官，你可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负心汉。我们执行公务呢，没空管你那破事儿，滚！我再不走我开枪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被他害得有多惨。我今天就算是死，我也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走去！不是，我们那一晚是你情我愿。别管！慢走啊！老板，一碗小馄饨。哎，好的。
老板，放这啊。谢谢。万灵丹的效果很好，我们准备继续订购。没问题。另外，我们之前一直委托一家商行从国外采购西药，但那家商行最近不太方便，能否改托池春堂帮忙采购？可以。你们需要哪些西药？药品的名称和数量都在上面。西药到上海之后，请改一下包装，让人觉得是寻常的中成药就行。明白。那我就先告辞了。好，你慢走。谢谢大家。各位嘉宾，晚上好！欢迎莅临白冰心小姐生日舞会。首先，让我们有请今晚的女主人，美艳动人的白冰心小姐上台致辞。非常感谢大家。他这身行头怎么也得10万大洋。是，还不都是夏元出的钱？也谢谢大家对我的祝福。那夏元夫人还真是贤惠，这么多年愣是一生没可过。祝在场的各位女士越来越美丽，男士都能发大财。此时此刻，我们都很好奇，舞会马上开始。那么，白小姐的第一支舞将与谁共舞呢？为了表达感恩之心，我要拍卖第一支舞，拍卖所得全部捐给慈善机构。白小姐真是人美心善呐！那么，白冰心小姐生日舞会的第一支舞拍卖正式开始，起拍价50大洋，我出100大洋，200大洋，200大洋，第一次，300大洋，我出400大洋，500大洋。谭先生出价出到了500大洋，500大洋跳支舞，500大洋第一次，500大洋第二次，是被他迷住了。500大洋，1000大洋。现在夏先生出价1000大洋，还有人愿意加价的吗？1000大洋，第一次；1000大洋，第二次；1000大洋，第三。3000大洋。多少？3000大洋。3000大洋，第一次；3000大洋，第二次；3000大洋，第三次。我宣布，白冰心小姐今晚的第一支舞属于这位小姐。这位小姐，请你给大家说2句。那我就简单的说一句，这3000大洋，我希望全部捐献给市立传染病医院，用于修建之前被日本人炸毁的传染病病房。谢谢。感谢这位小姐，也感谢白冰心小姐。你今天穿的好漂亮，
为了穿下这衣服，我3天都没吃饭。将光照社会，那今天真的是你生日？怎么可能？我这种人啊，连出生都不配，我哪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接下来，我宣布，那今天白冰心小姐慈善舞会，我就想听大家跟我说一句现在生日快乐。开始。咱俩也好久都没聚了，趁着今天这机会，咱好好聚聚。好，走，去哪儿？我带你去吃好吃的。谱跳舞了？这舞有什么好跳的？但是这还有好多人呢。再多人，你能换来一句真心的生日快乐吗？走吧。所以我说啊，你想走就走，你不用管那些人呐。二妞，好多客人等着你跳舞呢。走。少华，你还记得咱们俩小的时候，最后一次在启州逛药市吗？记得。你还记不记得咱们见到夏元的那次，咱们两个说的话？少华，你看他的衣服边镶金线了，还有他的耳环，耳环上的宝石好大呀！哎，戒指上面有宝石吧？我要是有一天能穿戴上这一身，我死了我都愿意。我今天的穿戴，可比当年的夏夫人华贵多了，而你，也成为了和夏元一样，可以平起平坐的人物。这么说来，咱们俩也都算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了。你满足吗？当然不，我也一样。你还想要什么？难道你想做夏夫人？你以后就知道了。二妞，生日快乐！曲小姐，请留步。我今天是专程为你来的。不好意思，我还有事。楚小姐，我今天是真的专程为你来的。你有什么事儿吗？楚小姐，你有没有考虑过，把万灵丹以及万灵丹代表的汉方药卖到世界去呢？当然有，但是不会和日本人合作。啊，楚小姐，关于一种倾向的事情，确实有许多杂音在里面，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呢，也别先忙着拒绝我，先看看我们小村家族为你准备的合作条件，我相信一定会让你感动，也一定会让你心动的。不用。小村先生，你们日本的军队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土，你想想，我可能跟你合作吗？楚小姐，和我们合作可不是仅仅为了出路，那也是生路。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我只是在提醒你，你们中国人呢，勇于私斗，怯于攻战。只要我们日本集中优势兵力，3个月以内一定会击垮中国军队。作为一个生意人，楚小姐，你应该提前预判，并且为将来布局吧。小村先生，如果中日双方必有一战，那最后的胜利只能属于中国，这就是我的预判。还有，你的领带歪了。那咱们那些分店分号呢？要么被烧，要么被占，要么被查封，要么被强掠一空。
那首原药妆的老店呢？老店也被封了。那首原药妆其他地方的分店呢？没了。华北、东北都没了。那我们这几十年不就白干了吗？那齐州药师呢？齐州药师也没了。这他娘的生意还怎么做呀？马委员，大驾光临，是为何事啊？我今日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与楚小姐共商大业。愿闻其详。楚小姐自办韶华制药厂以来，成绩斐然，方方面面的创新与委员长提出的国民经济之建设运动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国民政府希望与楚小姐合作建厂，一方面解救濒临崩溃之国民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使人民获得安乐之生活。那你们想怎么个合作法呢？建厂所有费用及一切工作琐事，皆由国民政府承担。楚小姐只需带着万灵丹的配方入股即可。那请问楚小姐占股几成？1成。1成？正是。那万灵丹的配方归谁所有？既然是合作建厂，那配方归国民政府和楚小姐共同所有。马委员，依照国际惯例，像万灵丹这样的产品，如果楚小姐要技术入股，至少要占股50%。此外，我们独有的机械提纯萃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销售、管理模式，至少也要占股2成。本人也曾留学美国，知道程副总所言不虚。然而现在国情世事实在特殊，所以无法按照国际惯例实行。怎么特殊呢？东北已经沦陷，日本人在华北也似有箭在弦。我个人以为，中日之间2年之内必有大战。我们此时建厂，不仅仅是为了国计民生，也是为了备战所需。此时建厂确有必要，不过马委员提出的合作条件，未免太过苛刻。我们也事出无奈呀。眼下乃是国家最积弱之际，财政捉襟见肘，唯有请楚小姐暂且委屈，先行报效国家，再论个人私利。报效国家，人人有责。不过，万灵丹乃楚家祖传秘方，就这么拱手让人，楚小姐无法向楚家先人交代。另外，万灵丹能有今日之业绩，楚小姐这些年付出良多。如果你们一点都不为楚小姐考虑的话，我觉得似乎有点说不过去。那你们希望是什么条件？我们至少要占6成的股份，并且万灵丹的配方只能由我或者我指定的人掌握。占股可以商量，配方必须共享。配方的事没法谈。楚小姐，只有配方共享，才能快速建厂、大量生产，方能满足战时之需呀。但是刚才程先生也说了，配方乃是楚家先辈所创，我个人是不能轻易拱手的。局势之所以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太多人只想自保，不愿为国家牺牲。我原本以为楚小姐和那些人不一样。马某告辞。
如果国家都没了，我们还捏着配方有什么用？可他们这根本就不是谈合作，而是抢劫。条件可以再谈，但是抗日却刻不容缓。姐，报国的方式有很多，不用把自己的身家都交出去。但我知道很多人为了报效国家，可以捐出自己的全部身家，甚至给出自己的生命。好，就算要交，也要交给可靠的人。但是国民政府，如果他们真心抗战，我愿意相信他们一次。马委员，楚小姐，如果要配方共享，那我这是有条件的。您请说。我们合作建厂生产出的万灵丹是不能用于内战的，只能用于抗日战场，并且所有的收益，包括我自己的，都要捐赠给抗日事业。太好了，那完全没有问题啊。好，那具体的细节呢，就请您和程先生你们来商议吧。谢谢，谢谢楚小姐，您请放心，马某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一定快速建厂，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我尽快，再会。姐，你损失是不是太大了？国家存亡之际，一点个人的私利是算不得什么的。但是你怎么跟楚家的先辈交代啊？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我。回去吧。先生，我可以帮助你，但是钱呢，就不需要了吧？哦，好，那说说你的条件。我只是想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小村先生，咱们认识20多年了，难道还不算真正的朋友？我们之前的感情，应该算是利益往来、互惠互利吧。我说的那种真正的朋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朋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朋友，明白吗？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让日本陆军把你在东北、华北所有的分店分号都还给你，并且帮你恢复销售和运输的渠道，但前提是这些分店分号的股份我们要占30%。放心吧，不会亏待你的。这30%的股份，我们小村家族按市价收购。姿势体大，小村先生，还让我好好想想。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先生。请说。还记得我们那次见面吗？我希望你能给我几个汉方，被你一口拒绝了。这次，我希望你能满足我当年的念想。几个汉方？一个就好。你说的是万灵丹？哎呀，绝不能答应啊！这是唯一能救守元药庄的法子。就算舍了咱守元药庄，也不能让日本人得逞啊！这是什么话呀？守元药庄要是没了，咱们大半个身家就都没了。守元药庄要是没了，那菊敬堂也难以维系，那可就不是大半个身家了。
那是全部身家，那就更不能坐以待毙了。古人尚能做到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我们岂能连古人都不如啊？哎，喝点水。三度，说说你的想法。之前我们跟日本人不过是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就已经被很多人指着脊梁骨骂了几年。哎，就连国药工会主席位置，也因此丢掉了。两码事儿啊！工会主席的位置丢了，那是被田大少和文哲秋给暗算了。如果此时再让日本人入股的话，那汉奸的名头可就跑不掉了。你懂什么呀？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就说我们认识的人吧，啊，杨三爷可以了吧？因为没让日本人入股，一夜之间家产殆尽，拼病而死。而比他识时务的刘玉田，不但赚得盆满钵满，还得了一个勋爵的位置。大掌柜，你不能只看眼前，将来若是东三省光复，这刘雨田的下场必定是极惨呐！行了吧？就国民政府那几把刷子，哼，东北三省只怕永远都回不来了。此次事关华北，国民政府应该不会再退让。哎。夏老板，你是？我是于信正。于信正，我怎么对你没印象？我刚毕业回来没多久，我爹是于中和。中和？哎，你是中和的儿子？对。都这么大了，你爸可是当年跟我一起从齐州一路到上海的，路上他吃了不少苦。你爷爷于太正，那可是守约要章的老人呐。是，我们一家3代都跟着夏老板做事，我还希望我儿子以后也能跟着夏老板呢。以后？是啊，靠着夏老板你，我爷爷才能娶妻，我爹才能在上海买房，我才能读书。所以我还指望着我儿子将来也能靠夏老板留洋呢。好，我争取不辜负你，我尽量，我尽量。我争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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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报！何应钦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北主权。何应钦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北主权。你们需要的资料都在这了。你面包。包括之前跟国民政府合作建厂的注意事项、选址建议，还有之前跟政府合作商家的经验教训。
马俊才的发家史，还有及其背后势力的政商资源。当然，里面还有大中华制药厂的股东构成，希望对你们未来的谈判有所帮助。谢谢文大哥。部长希望尽快签约，需快速推进建厂事宜。不知楚小姐对合同还有什么意见？合同其他的条款都很清楚，唯有2个关键问题不明。第一就是，我们既然是和国民政府合作建厂，共享配方，那为什么我们的签约方是大中华制药厂呢？我特意打听了一下，这个大中华制药厂乃私人所有，和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关系。是这样，国民政府已将万灵丹列入军需药品，出于保密需要，才委托大中华制药厂与楚小姐签约。那我们是否能看一下国民政府和大中华制药厂的委托协议呢？此乃国家机密，不可公开。那这恐怕很难让我信服。楚小姐不必多虑，这是部长亲自过问的项目，不会有任何差池。另外呢，我们当初的约定，药厂的产品不能用在内战，并且全部的收益都捐献给抗战事业。这一条为什么没有在合同里体现？楚小姐莫急，你所提到的内战、抗战，是涉军国党派，如若写入这合同，怕是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所以我们只能口头应诺，无法落入文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这份合约我们暂时是不能签的。楚小姐，国难当头，我们不必纠结这些细节吧？马委员，这不是细节，这是原则。楚小姐，你这是要出尔反尔了？哎呦，我怎么觉得出尔反尔的反而是你们呢？程副总，我和楚小姐单独说2句。楚小姐，只要您肯签字，我们可以将股份让到5成。我要求的不是股份，我要的是抗日的承诺，要白纸黑字的落到实处。这我可无法答应你啊。那就拜托马委员，请能答应我的人过来再跟我谈条件吧。楚小姐能够为民为国，这是你的荣幸啊。马委员，如果能够真心的为国为民，那我愿意把我所有身家都捐出去。但我就是怕有一些人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帜，干的却是利己卖国的事儿。好啊，楚小姐，你可知大中华制药厂真正的股东是谁吗？这我当然知道了。我就是因为知道，所以他们的口头承诺，我是一句都不带相信的。那你更应知道得罪他们的后果吧。知道。既然如此，那就走着瞧。不送。姐，果然不出我所料。
要不要出去避避风头？我吗？桃从来都不是我的风格。陈辉，麻烦把这个扔到垃圾桶里去。我参加妇女会的事情啊，还希望各个姐姐多多费心，多多帮忙。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肯定会支持你的。那就太好了。白小姐，夏夫人找我？是。咱们去那边聊。就在这儿聊吧。这儿人太多了，闹吧。夏夫人想喝什么？你的历史，我大概知道一些。如果你想知道的更多，尽管问我，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若我们家老夫人还在，是断不会允许你这样的女人和夏家扯上关系。如果老夫人真的在的话，这事儿她说了也不算。你可真嚣张！我只是不想装。也不知道我们家夏媛看上你哪一点。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回家问她。白小姐，你说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何必非要在夏媛身上浪费青春呢？我不是这样想的。相反，我跟夏媛在一起，能得到很多。如果你愿意离开夏媛，这2万大洋就是你的，2万，外加1辆轿车。哇！你离开夏媛，你能得到20万大洋，外加1栋洋房。这么贱啊！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教训他！打！哎，干嘛？小贱蹄子，你还敢欺负老夫人？也不给你点教训！你知道什么？你干什么？既然愿意挨，那就成全他！给我打，狠狠的打！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别打了，别打了！再打报巡捕房了啊！大哥，别忙了，看看我。哟，这怎么弄的呀？你老婆带了几个人在咖啡馆堵着我，上来就打呀。淑芬弄的，咱里面说话。不去，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说。我这打是因为你挨的，这事儿你得管了。我管，我肯定管。你这样啊，你先去趟医院，去最好的医院，钱我出。哼，这是钱的事儿吗？我挨打了，你看清楚，我挨打了，我被人欺负了。我知道。你想让我怎么办啊？别工作了，放下手上的事儿，陪我去医院。我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我去不了。你还开什么会呀？我都这样了，我被人欺负了。
最近已经很烦了，你别再给我添乱了，好吗？是我给你添乱吗？你给我弄清楚了，添乱的人是你老婆。好，这样，这个你先拿着啊，先去趟医院，然后去百货公司，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白鼻心差这么点钱吗？你到底要不要？这事你到底管不管？老板，咱该走了，来不及了。这还我，夏媛。没有伤到筋骨啊，只是一些淤青和红肿。我要跟他分开。你想清楚啦？我安心了。我支持你。韶华，我无路可走了。你只是选错了路而已。现在回来还不晚。我原本计划着跟着他学点东西，用他的钱再借他的势去做个生意，但这条路根本就行不通。哎，你说，他老婆容不下我，我想到了，但是他根本就没拿我当回事儿。这条路走不通，咱就换条路走。我哪还有路走啊？我年纪已经大了，没有人再找我拍电影了。做生意吧，我也没有本钱。去做工，我又吃不了苦，人我也嫁不了了。就我这名声，没有人会娶我。哎，我总不能去当舞女吧？二妞，要不你跟着我一起干吧？跟着你一起干。你能帮夏媛卖药，也就能帮我卖药啊。我能帮到你吗？来韶华制药厂吧，做副总经理，专管销售。除薪水之外呢，我给你1成的股份。我可没钱回购你的股份。钱你早就给够了。几年前，我准备要开办韶华制药厂的时候，缺一笔钱。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花了8万大洋，买了我价值4万大洋的房子，解了我的燃眉之急。那人是你。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这个人呀，一向对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就比较警惕。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果然，不是馅饼，也不是陷阱，而是你对我的一份情。原来你早就知道了。你没说嘛，我就也一直没有捅破。现在，也是我该对你还这份情的时候了。但你这份情，还的太多了，一点都不多。如果没有你这8万大洋，就没有我现在的韶华制药厂。而且咱俩10多年的友情，不是钱能来衡量的。来我这儿干吧，你就算帮我。但是韶华，我担心自己帮不到你啊。夏媛这个人呢，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做生意是一把好手。你跟他这么多时间，肯定学会了很多东西。下一步啊，我要开办分厂，还要研制新药，我需要你。你就不怕夏媛把我给带坏了？不怕呀，他带坏了，我也有信心把你引回正道上。好，我跟你干。太好了，
咱姐妹俩又能在一起了。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会原谅我吗？咱俩在一起，风风雨雨这么些年，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原谅的。老板让你盖你就盖。大掌柜，您不觉得这事儿变味儿了吗？老板有老板的考虑，你就别瞎操心了。我这心里别扭。拿钱的时候你别扭吗？哼，快点盖吧。大掌柜，您说老板不会让日本人进来吧？日本人不进来，大家就得死，死就死，这都什么世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嘿，说得轻巧，你我都是50上下的人了，没机会了。那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回去种地嘛。你能回得去，我回不去了。行了行了，来，快点盖了。这就对了。大哥，老高，你在这儿啊？老板让你收拾收拾。下个月得跑一趟华北、东北。去做什么？去把之前封掉的分号、分店恢复一下。守源药庄有救了，好事儿，好事儿。哎，这么说，以后日本人就是我们的股东了。我跑了一圈下来，发现啊，有几个环节我们可以取消掉。那制作成本可以再降低一点，至少30%。太好了。楚经理，刚刚送来的您的信。哦，具体的我都记下来了，回头你看看。怎么了？这是个匿名信啊！姐，姐，夏老板找你，人在池春堂。当初，你娘和你嫂子为了救你哥，把池春堂的招牌和万灵丹的配方都转让给我了。这件事情，你应该知晓吧？不对吧？这在我记忆里，他们只是把池春堂的招牌卖给了你，没有万灵丹。是。当初我也只是想要招牌，但你娘跟我说，想把万灵丹的配方作价50大洋一并出给我。我其实并不太想要，但你娘言辞恳切，我一心软，就多付了50大洋，也一块买下来了。老高和易大金当时都在场，他们可以作证。我跟娘去那个守源药庄找了那个3掌柜，本想着吧，抬抬价儿的，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好像知道咱们家急用钱，死活就给180个大洋。可惜那万灵丹的方子没人买，不然还能给你凑几个钱。那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我娘和我大嫂，为何从来在我面前没有提起过呢？还有我大哥，他把万灵丹的配方传给我的时候，也是一字未提啊。No， 从没提过。对。啊。这就是你的家务事了，我无从知晓。又或许，是他们跟你说了，楚小姐忘了。也或许是夏老板一时兴起，杜撰了一段往事，
看来楚小姐是不打算认这个账了。这子虚乌有的账，我为何要认呀？没关系，凭证都在。那如果这份契约是真的，就说明万灵丹的配方现在应该在夏老板手里。那夏老板今天是为何前来呢？是这样，当初这配方呢，只掌握在你哥手上。立约的时候，你哥又被拘押着，你娘收了钱，但没法把配方给我。可后来你哥出狱了，但我又因误信下属之死，无暇顾及此事。再后来，生意繁忙，彻底把这事儿给忘了。这不前段时间嘛，老高逃难来上海，把首苑药庄的一些文件也带了过来，这才想起此事。那这么说，夏老板今日来是为了讨要配方的。虽然说事隔这么多年，但还好，凭据都在。这次来找楚小姐呢，是想把配方交接一下，方显契约精神。夏老板的这份凭证虽然完好，但却很难让我相信。你娘的手印，你都不认？我娘已经去世多年了，这手印的真假根本是无法考据的。好，那你嫂子的手印呢？还有夏老板他老高的手印，以及安格堂雷玉婷的手印，难道还能有假？做一份假的凭证，能有多难呢？你这个女人，哎，红云，楚小姐啊，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万灵丹能有今天，除了配方神奇之外，更离不开你的努力。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愿意让渡万灵丹一半的权益给你，一半哦。我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了。我也希望看到楚小姐的诚意。我的诚意，我的诚意就是，万灵丹是我们楚家的，和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只能法庭见了。悉听尊便。好。一旦上了法庭，你的权益就是零。行了，见好就收吧，别闹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啊！不就是万灵丹火了，挣钱了吗？所以想来分一杯羹。人家夏老板想要的可不是一杯，他想要的是一半。那份凭证到底是真是假？现在还无法判断。既然连你也无法判断，那我们就一口咬定它是假的，他也没辙。唉，现在一大金下落不明，但是夏元和高千亿的手印应该是真的，就怕是法院的裁定可能会偏向他们。上面写几号开庭？15天后。哎，阿牛，你帮我个忙，去找一趟周燕，就算是他不愿意作证，拿到他的手印也行。没问题。陈慧，你去帮我订一张明天去北平的车票。好。你要回去啊？我想回趟齐州。如果我大哥手上还留着当年的凭证，
那一切都因人而解了。回去之前，我还得再见另外一个人。好，幸会幸会。哎，高先生，楚小姐，您怎么在这儿？我在这儿等你。您找我有事？我想跟您详细打听一下，我娘当年卖迟春他们招牌的详情。我记不太清了。您是记不清了，还是不方便说呀？随您怎么想吧。如果当年我娘真的是把万灵丹卖给了夏老板，那我绝对会遵守契约的。可是现在疑点实在是太多了，我真的很想搞清楚这件事。您还是去找夏老板吧，他更清楚。夏老板，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金钱利益，没有是非真相。但您和他不一样。我是他带出来的，怎么可能不一样啊？您骨子里就和他不是一类人。夏元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师傅，更是我的恩人。我绝不会做出背叛他的事。但我认识的您，是更不愿意违背自己良心的。高先生，我当年刚刚涉足药铺经营，就认识了您。虽然咱们的见面次数不多，但是您谦谦君子的形象，一直都让我非常的敬仰。我甚至暗下决心，以后做生意也要像您那样，坦荡诚恳，夫妻不战，守专求真。所以我在这儿等您，只想问您一个问题：我娘当年是不是把万灵丹的配方真的卖给夏老板？高先生，楚小姐，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高千亿了。告辞。吃吧，你先吧。大哥，韶华，哎呀，我的韶华回来了。大哥，还好吗？我好，我好得很呢。小宝呢？他在当学徒，1周回来1次。宋平呢？他在王掌柜那儿。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华北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不好了，我想带你们去上海。另外呢，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没有的事儿。你确定吗？当然，那时候3掌柜找过我几次，只说了要买迟春堂，根本就没说万灵丹。再者，就算是真把万灵丹卖了，娘和周燕不可能不跟我说呀。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的确是卖了，但不敢跟你说呢。不会，那个凭证我都看过，上面只写了迟春堂的招牌，根本就没写万灵丹。那个凭证现在在哪儿？你还能找到吗？哎呀，这都快20年的事儿了，去哪儿找去？大哥，要不咱们就再找找。哎
确是找不到了。哥，那家里还有没有娘生前的手印啊？没有。那周燕的呢？也没有。要真是找不到的话，我就跟你回上海。如果这个夏元非要强占万灵丹，我就跟他拼了，大不了同归于尽。哥，别着急，就算找不到，咱还有别的办法呢。还能有什么办法？这个凭证不是1式3份吗？咱有1份，夏元有1份，安克堂那儿还有1份啊。自从齐州药师休市以后，安克堂也关门了。但人总能找得到吧？只要咱找到雷玉婷，那这事儿就还有希望。雷玉婷，民国19年就死了啊？怎么会这样？那大爷，安克堂以前的那些契约这儿还有吗？都在里边堆着呢。那我们能进去看看吗？大爷，帮帮忙。跟我来吧。哎，都在这儿。好。是这把钥匙吗？别搞错了。不会错啊，上个月就用这把钥匙开的这道锁呀。哎呦，开了。好。你们自己进去找吧。好。10几年都没人来，这个月来2波，奇了怪了。要不这样，哥，你去那边找，我在这边找，咱们先从民国5年找起。好。跟我差不多高，眼睛很大，很瘦。你说的是北方那个女人吧？姓周。哎，对。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死了。民国6年，少华，是不是这个？我看看。咱们去那边去，走。好。来，哥。就是这份。现在眼下的状况对少华非常不利，必须把水搅浑。我建议你们随意找几个手印，就说是处理师和周燕的，双方没办法辨真伪，法官也无法判断。不用了，文大哥，姐在齐州找到了关键证据，足以证明夏元的那张契约是伪造的。那太好了。夏老板，楚小姐，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夏老板，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可这要一开庭，万灵丹可就全归我了。